饿着肚子的北极狐在研究站前现身，循着气味找到了放置厨余的小洞，大餐终于有了着落。夏天的北极狐身上的毛转为褐色，到了冬天则会换为全白色，和雪地融为一体。眼前这只尾巴已经转白，意味着永昼的夏日即将结束，准备进入永夜的北极。3, 2, 1, launch. Do you want to go on special speed? Slow, like 3 meters per second. Can you do that? Yeah. Okay, 3 meters per second. 无人机缓缓升空，空气中的环境数据开始传送到电脑软体中。4 degrees Celsius. No pollution. No. 以大气来讲，最主要的热的来源是我们的太阳。在夏天的时候，其实它是永昼的一个条件，所以太阳的存在是非常的长时间的。那我这几天在这边的观察也发现，极地的太阳辐射并没有那么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很高的低云的覆盖率所以它的阳光的量没有那么大那即使是没有那么大，它其实传递到地表的时候，它会造成地表的加热，甚至会传到地表的下面做一些储存转换成另外一个热能。北极，地球上少数的净土，还没有受到太多污染，但肉眼看不到的自然运行正在改变这个环境。科学家们用仪器要找出当中的变化。你帮你吗？你帮我。你可以帮我看一下上面的水分怎么样吗？可是埋这是做什么？那就是我们去看它的地底下有多少热往上。往上传递地热的通量，热通量。上面那个刚刚是辐射，就是上面下来的热，所以这些热就是会有一个通量，会去算它的能量的平衡，到底有多少热是从地面上去，有多少热是从上面下来。北极苔原的生态系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因为苔原绿化面积增加，未来的北极可能变得更暖、更湿，也更绿。你在这个下风处感觉它比较温暖，你就忽然有一个热气忽然上来。有我刚刚跟 Jack 讨论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热显像仪去照，看哪个地方是热。空白机。对，看哪个地方。你看，其实我刚刚就在这个地方站着，觉得这边怎么比较温暖？这个地方不一样。在这块科学研究的处女地，随处都可能有意外的发现。好像是一样的哦。对。What is this flower? This is, I call it cotton flower, I think. But it's wet now. Usually it's like a Like a fluffy, right? Yeah, like a fluffy ball, like cotton. So is it normal like this? No, first time I see it here. Uh-huh. In Longyearbyen is a lot. Uh-huh. Maybe because of grass or some like moisture is more wet. Wow, so it means Beautiful. maybe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plants, flowers Yeah. growing up. So I think it's actually this tundra is changing. Because I also see more and more grass. Before it was not like this, many grass. 一小群看起来像棉花的，叫做洋胡子草，或是北极棉，是莎草科植物，分布在北极圈一带。我们在朗伊尔城见到不少，但是纬度更北的科学站却是 Jack 3年来第一次见到。过去的资料显示，洋胡子草分布最北的记录是在北纬83度。人们刻板印象中的北极寸草不生，但其实有许多植物在全球暖化的条件下，已经在北极慢慢扩散。
科学家根据全球气候模式来预测，夏季的北极海冰可能在2050年全部消失，到时候北极就会出现一片蔚蓝海洋的状态，他们称这种状态叫做蓝色北极。很有可能未来的海冰全部消失之后，就会变成蓝色北极，就是全部都是海洋的表面。那这样的表面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反照率降低，那有更多的太阳光会被我们的海水的表面给吸收，那温度就会上升。但是在全球政治经济的战略和利益上，蓝色北极有了新的定义。完全冰封的北极，在未来的夏天可能就会无冰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不需要破冰船，一般的货柜轮呢，都可以从太平洋的两岸到大西洋的两岸。它是一个最为短暂、最为省钱、最有经济效益的航运路径。美军在2021年发布蓝色北极战略，认为北极一旦融冰，将产生新的航道，连接欧洲、北美和亚洲全球75%的人口，再加上石油、天然气和稀土资源丰厚，北极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只是人类却忘了，当北极只剩下一片汪洋，不仅这里的生态会产生巨变，整个地球，包括台湾，也都难逃浩劫。科学家们也在探寻其中的关联。因为北极跟中纬度的暖化，其实慢慢的就是北极的暖化速度比较快，那中纬度呢暖化速度相对来讲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它们的中间呢会透过那个中尺度的环流或者是全球系统的环流做一些交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像极地涡旋的这样子的特征啊，天气现象会影响到台湾的中纬度的冬天的天气啊，那会造成比较寒冷的条件，所以这个是很多科学家希望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在 Cafiora 要采集样本，只能透过双脚走路，一出发至少2个小时。远一点的冰川，光是单程大概就得耗上半天。不过途中却总有惊喜。哇，很完整 ，beautiful， 漂亮的，很漂亮，这 your office。2只完整的驯鹿角是我们这一趟的收获。我们都在猜，这2只或许是为了争夺母鹿的公鹿，想要一展雄风，却彼此纠缠在一起，至死都没有再分开过。北极的每一个元素都能够成为研究主体，冰川、海洋、空气、地质、永冻土、生态系，甚至是土壤。这些土也很黏诶。边走边挖土，林世然是高中地球科学老师，这是他第一次加入北极科学研究。他的假设是，冰川融化冲击出来的土壤含有藻类所需要的养分，一旦被冲进北极海里，能够促进藻类生长，进行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对，然后放出氧气，对。那也许温室气体可以因此少一点点。要多少量的藻进行二氧化碳吸收碳才不知道，不知道。但是就是根据统计，地球上可能有将近一大半的氧都是藻类贡献的，就是最早地球诞生到现在，有大概一半的氧是藻类贡献的，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生态系或者是地球的系统里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北极的藻类滋养浮游生物，而这些浮游生物是许多鸟类、鱼类甚至海豹、鲸鱼的食物。北极藻是极圈食物链的源头。目前看起来，就太原的这些土壤似乎都还蛮贫瘠的，它的氮磷钾跟铁元素的含量都偏低，所以说可能
对藻类的帮助并不会太大。检测结果推翻假设，但这就是科学研究，反而得到了新的方向。但北极范围大，第一次的采样或许还不足以代表整个北极。这些科学家们还得持续做下去，只是他们担心北极变化的速度可能快得让他们追不上。The most important piece we here, we want to know how fast changes cryosphere is changing. 感性的索布塔教授不只是科学家，更是诗人。在研究空档，他为自己钟爱的北极作诗，感叹正在消失的冰川。Schyłek. W zasadzie sytuacja była nadzwyczaj prosta. Noc chłodna, dzień ciepły, schyłek lodowca. Zobaczyłaś ostatni z lodu małej kropelki, zrozumiałaś, że człowiek wcale nie jest wielki. Pochyliłaś się ostrożnie, jakby przed upadkiem. Łzy, co już nie zamarzną, urumiłaś ukradkiem. Thank you. 谢谢。So beautiful. 谢谢。面对自然的变化，科学家们用严谨的态度找寻更多人类还不知道的秘密。跟着走一趟北极，我们却看到了更多的人文情怀。对这些科学家们而言，科学不是生硬的知识，而是对土地、人类和万物